远古呢有很多未知人种啊，比如说长尾的森林人、矮人和亚马逊人，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吗？我们从希罗多德的书中啊找到了些许的蛛丝马迹。亚马逊人呢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由全部皆为女战士构成的民族。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啊，这一民族来自于萨尔马提亚斯基泰地区，这就是目前黑海附近的欧亚大陆的交界处啊，大概位置是当代的土耳其北部的特尔默东河附近。根据一些考古遗迹观察所得，亚马逊女战士啊有可能曾经参与过战争，所以有一小部分的学者就认为亚马逊女人是真实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在公元前8世纪呢，史诗人荷马在《伊利亚特》中首次就提到了亚马逊人，他们存在于更早500年前的青铜或英雄时代。这些女人当时相当强势，能够杀死一个亚马逊人是值得男人吹嘘的事情。在后来的诗人则在经典的神话中特勒于木马中给了亚马逊人一个带有几分浪漫色彩的角色。阿克琉斯在与亚马逊女王肉搏战中侥幸的胜利将其杀死呢，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女王倒地致使头盔滑落，露出了美妙的容貌，而阿克琉斯立刻就爱上了她。自此呢，亚马逊一族在神话的根基中就开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连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也是由于得到了亚马逊女王神奇的腰带才最终由一个凡人得以跻身神的行列。希腊神话中，亚马逊人始终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这是一个纯粹的女性部落，成年女性都是女战士，她们以在战争中杀死男人为荣。为了不妨碍拉弓呢，甚至传言将自己的幼乳割去。她们传续后代的方法犹如西方历史中希罗多德所言，是靠定期的访问附近的民族的男性而完成的。如果生下女儿呢，他们就留下；生下儿子呢，就送回到父亲那里。但他们究竟是哪一个民族，生活在哪里，当代仍有争议。传说女战士们爱纹身、骑马，有时候杀男人，有时候还爱男人，会以战死沙场为荣。男人不允许成为他们的社会成员。长期以来，这些奇为被沦为希腊景点导游的传说和希腊人津津乐道的特色故事难辨真假。而如今，考古学家证实了这个群族的真实性，而且他们很有可能和希腊人口中形容的这些特征并无二致。考古学家表明亚马逊是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族群他们聚集地位于地中海东部与北部的欧亚大陆辽阔草原上。因为考古学家挖掘了数千座属于塞西亚人的墓穴，这个游牧民族的部分族人最终就证明了身份，就是那些善于猎杀、骑马和使用弓箭的女战士。而这些女战士呢，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亚马逊人。他们当时到底有多猛呢？他们的铁骑曾经一度由黑海延伸至蒙古利亚。至于被称作亚马逊人的缘由语言学家认为后来的亚马逊这个称呼是来源于古伊朗或者是高加索词根而产生的。考古学家在这些女性的墓穴里就发现了大量的匕首、弓箭。传统的人只认为古代只有男性才会有这些陪葬品。由于分散成小部落的生存方式他们的强大有了一定的理论支持。每个人都与他们集体利益息息相关，承担着战斗狩猎的责任，必须都具有抵抗外敌的能力，所以驯化马群帮助他们实现了这一点。其次是体积小而且能力强大的塞西亚弓箭。古希腊人在文献中还将塞西亚人形容成了男人的情人，会和外族的男性繁衍后代。然而很多男性也曾战死在他们的手下。亚马逊人的核心精神在于女人与男人平等，他们同样高贵和英勇。这个论断可以从亚马逊人的艺术品作品中发现。希腊人对这群女战士可以说是既着迷又害怕。这些马背上的骄子与自己的老婆是如此的不同。在一些古老的器皿上的图画也可以向我们展示她们如此的美丽、活泼、奔放和勇敢。据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所说希腊人攻打亚马逊族以后以3艘船舰来撤离，并把活捉的亚马逊族全部带走。但到了海上女战士誓死不屈，并把希腊人在船上都杀光了。不过他们忘了一件事因为没有半个人懂得一丁点的航海技术，所以他们连怎么使舵划桨都不知道，因此呢只能随波逐流。后来漂流到了克连尼岛那里呢生活着塞西人。他们上岸后因为盗马而泄露，所以塞西人可不喜欢这样的被侵犯，于是跟他们就开战。一开始以为对方是男性，但验伤的时候才发现对方是女性。在明白了这点后，塞西人因为太绅士呢，所以就不跟他们开战了。于是渐渐的和亚马逊人就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而女战士们曾经拒绝进驻塞西人家里，他们中肯地说，我们实在无法与贵国的女性共处，习俗与他们根本就不同。
我们呢是开弓射箭、举臂投矛、跨马驰骋，从未学过什么家务。而贵国的女性也不曾做过上述任何一件事情，仅做女人分内的事情，打理他们的家务事，而且他们也不打猎或者是踏出家园一步。因此呢，我们无法与他们共处。假如你们想要娶我们为妻的话，并想踏实的过日子请回去向你们的父母求得可取的财产呢，然后来跟我们一起生活。而有些年轻的塞西人的小伙子居然就真的这么做了。但是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亚马逊人却说他们觉得留在当地不妥，因为他们让别人骨肉分离，仿佛是在娶那个妻子一般。更何况曾经他们还在当地强盗和掠夺过嘛，有不好的声誉。因此他们就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离开此地，并提议呢越过达奈斯河，也就是唐河，并在另一端建立殖民地。这一点他们的丈夫居然都接受了。等他们都安顿下来后，亚马逊人又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打猎，与丈夫共同上战场，并穿着同样的服装。老实说，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正是过去许多女性的梦想，但在当时只是空想罢了。然而其中却有个问题亚马逊族的女性成年必须要做一个成人礼，这个成人礼就是必须杀死一个男性。在做到这一点之前这名女性是不能结婚的。而希罗多德说，他们到了亚马逊一地那是一个没有男人只有女人的国度。如人们所说，他们无法忍受与男人共同生活，也不能忍受上头有男人的管。所以那个国度也曾经有过国王，国内也像其他的地方有男人居住并娶妻。但是后来有位国王与塞西国开战，在战场上遭到了这个屠杀，所以一同战死的还有国内的青年。其后呢，王后听到了噩耗，就连同国内的女性呢，都知道自己的夫君阵亡，从此再无男性与他们共同生活。所以每当他们需要男人的时候，便到邻国寻找。男儿会来这里住几天，或者是看女人要他留多久，然后就离去。如果生下男婴，会在能走路吃东西的时候就送回给男方。假如是女婴，他们就留下自己抚养。假如性情是温柔的女婴他们会让她做扛盾的工作。假如身材较小呢，就会让她学习射箭。所以这个国度的女人擅长战斗，时常呢也与其他的国家开战。该国的女王呢将国家治理得很好，而该国呢四周环海，就与我们电影中所看到的那个亚马逊国也是四周环海，在一个岛国上面，非常的相似。在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还发现了被称为森林人的人种。达尔文说那个时期的人类有尾巴，尾巴的长度很像狗的尾巴。那时候的森林人认为呢，有尾巴呢是比较优雅的。许多旧时代的作者曾经谈到婆罗洲以及瓦抓呢就有尾人传说，描述呢是不止男性带着尾巴，女性也有。在一个名叫因萨冈宁的地区住着一个有尾族，因为尾巴无法像动物那样能够活动而带来困扰，他们的尾巴就像鱼类般很坚硬硬度大到他们坐下时候座位上需要有一个洞来容纳那个尾巴。所以普里尼也说到了西兰居住着一群长着尾巴的人种，行动相当敏捷。他说马可波罗告诉我们你们得知道在这个被称作兰布里奥的王国居然住了长尾巴的人类。这些人的尾巴约手掌那么长，上面没有毛发。这些人住在山区像野蛮人，而他们的尾巴呢像狗尾巴一样粗。许多的旅行家曾在马来群岛听说过覆盖着毛的有尾人。圣约翰先生曾经在探讨婆罗洲的文章中就写道，他遇到过一个商人曾经就见过这些住在岛屿北岸的群族，还亲手摸过他们的尾巴。那些尾巴的长度4英寸，而且相当的坚硬，座椅上一定要钻个洞才能坐。德库瑞也曾经记载了南人也是有尾族。据他的传说，就是有尾族居住在阿比西尼亚和努比亚地区他们的尾巴至少有2英寸长。我们都知道，在以前进化论的理论当中人类本来就是有尾巴的。不止如此，那个时候还真的存在天生有尾巴的人，这个人就只能当步兵，就不适合做骑兵，因为骑兵要坐下，后面的尾巴没地方放，很坚硬嘛。在庞贝城的壁画和图册中有尾人据说是美化的年轻有尾人。画中呢，有尾人正在踩踏着酿酒的葡萄，但这类普遍于世界各处都听说过的有尾人，当代已经消失了。如今他们无一存留由于我们从来不曾见过呢，很多人们就轻易的揣测他们就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说这只不过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一种生物而已。在当年凯撒大帝第2次来到大不列颠的时候，他就发现尽管不列颠人已经十分的文明了，拥有骑兵与战马车夫，也知道筑城墙防守的技术，但是他就感觉他们才刚刚的脱离了野蛮的状态。从他们的身上的颜色以及毛发样式就显示他们呢也有虚荣心。依照他们的穿着打扮呢，他们还会制作属于自己的护身符。凯撒就写道，所有的部族之中最开化的就是居住在肯特的族群，那里的海事发达，这里的人不以谷物为食，而是以肉类牛乳为食，且兽医为生。而且他们的身上还以蓝色为自己上身，那是一种蓝色的染料，因此在战场上他们看着更像是野蛮人，更吓人。
他们兄弟和父子之间会共享彼此的妻子。若有人怀孕生子则属于当年妻子所嫁的那个配偶所有。所以从上文我们可以猜测，脓毛遍布全身的人呢，绝非罕见。在医学的典籍上有诸多的案例。在西班牙有位舞蹈家叫茱莉亚·巴斯特拉纳，她全身覆盖毛发，有一副优雅的胡子。生了一个孩子呢，毛发也像母亲一样又冒了出来。在过去，伦敦有许多的毛人家族展览，也就是说，这一些全身是毛的人，就是早期的森林人进化而来的。早期呢，宇哥在北京的通州也见过一个全身是毛的人，极其罕见。那么书中还提到一个矮人种族在北欧的神话当中，矮人族是由巨人泰坦呢用泥土创造的种族，这一点倒是和女娲造人有点相似，只不过矮人族比我们正常的人要小许多，所以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地精。希罗多德就说他们住在地下洞穴收获的时节呢，便会带着斧头出来，像砍树般的砍倒农作物，并骑着与自己身材相近的山羊或者绵羊去和某种鸟类开战。这些人种称这些鸟为鹤，这些鸟类每年都会从塞西飞来掠夺他们的农作物，所以据说在山的最尽头呢，住着3掌宽人，就是只有3个巴掌高度的一个人，差不多27英寸高而已。他们喜欢居住在健康的环境，那么那里有着高山替他们挡住了北风，而四季如春的气候。传说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春天呢，成群结队的骑着公羊或山羊到海岸边配上弓箭来消灭那些鹤以及他们的蛋。这趟旅程他们来到这里需要3个月的时间，若不这么做的话，鹤群会增加到他们无法应付的地步，进而攻击他们居住的小屋。而他们自己的小屋呢，就是用这种鹤的羽毛和蛋壳和泥巴而盖成的。《山海经》中就有记载，一种名为灭蒙鸟的怪鸟，在这个怪鸟栖息地的东边就是周饶国。这个国家的人才非常矮小，长3寸，也就是90厘米左右。但是别看他们身材矮小，却和常人一样穿着衣帽，知书达理，说明这里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与希罗多德所说的非常的符合。在《山海经》中还有一处也提到了小人国是在大荒东经之中有小人国名晋人。那么晋人与之前的周饶国小人相比呢，晋人要小得多，他们只有大概9寸大小，也就是30厘米，而周饶国是90厘米。在大荒南经中有小人名曰军人，从名称上看，军人似乎要比晋人还要小。说起军人，就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在《抱朴子》中记载的故事，就是抱朴子说，行山中见小人乘车马，长7、8寸，肉之也。也就是说，这种军人有可能是属于植物修炼成精的一类比如说肉汁。希罗多德因此呢这样形容他们就是当人们路过吉本斯城时会渡过一条4里宽的淡水大河，接着进入大迦南地。这条河经流矮人族的地盘，那里的人形娇小，约3掌宽的高度，所以男女都性情良好，但寿命只有8年。活到8年的时候，矮人就算长寿了。他们是以工艺的技艺闻名还有棉花其他各种货品，所以矮人不出远门也不耕田，但是其中还是有像常人一样高大的人替矮人劳动，而矮人呢却对这些高大的人常常嗤之以鼻，会表现出有一点点瞧不起的样子。所以在1828年，在美国的田纳西州怀特郡的斯巴达镇附近就有几处半亩到1亩大小的坟场，发现有体型非常小的死者被埋在石头棺里，最长的遗骸呢才19英寸，所以骨头的坚硬而均匀，整体骨架完好无损。他们的牙齿磨得光滑短小，棺材以石头打造，先铺一层石板为底，两边竖立，头脚各一片，死者上方再盖一片，而死者的头部全部朝东方埋葬。他们是仰卧，将双手置于胸前，手里还放了一种容器，以灰色的碎石和贝壳而做成的，里面装了2、3片贝片。这个矮人族可以说是在所谓的印第安原住民的传统开始之前就早已灭绝了。所以在很多的证据表明在远古时期就有森林人、矮人以及亚马逊人，有可能他们就之前在地球上生活过。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之中，亚马逊人的精神被隐藏和抑制了，似乎已经不复存在。当下的社会文化的这种精神势头似乎在迅猛的回潮。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电影《神奇女侠》、花木兰、权力的游戏等等，这些电影的作品中，那些强悍的女性们都在暗示着这一点。所以无论如何，只要有关于平等的梦想存在亚马逊的精神就一直伴随。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以上呢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未经证实的事情大家不要太当真哦。记得我们的视频是每3天更新一次哦。如果没有看到宇哥更新视频的话，别忘了点击宇哥的头像呢进去翻找，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哦。拜拜。